既然祖宗都说了罩着我，那我应该不会有事儿吧？啊！这什么空中5星级酒店啊，好羡慕啊！要是我能在那儿住1天就好了，付费也行啊。反正狗在师祖身边，我应该还能活挺久的。估计还有大把仙侠好物等着我慢慢享受。待袁彻那边放出信号，我们便和其他宫一起上。遵命。有人在靠近，终于来了。师祖怎么没来？看来他是识破了我们的计谋。若是破了，又怎会让他来？这本就是一场为你准备的宴会，为了杀了你，你去，带上这个，一切如常便好。这个妖女破坏了我们的法阵，先把她抓起来。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不是妖女啊！妖女！还不束手就擒！哪里跑？师祖，我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你在替我教训他们吗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死！啊？穴未停，言未尽，3声的冷静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。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成功啦！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其实这里不是我家，也不是我熟悉的地方，还经常莫名其妙的惹来一些杀身之祸。还好有师祖你在，我才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安心的做一条咸鱼。快！夏风雨之人的气息就在里面。师祖，师祖，这是？胆敢擅闯，难道你们也想尝尝尸骨无存的滋味吗？师祖息怒，
弟子是察觉到那魔域间隙的气息尚有残留，担心您的安危，特来告知。既然你如此爱操持，来，把这里清理干净。是。房中只有这一样东西有廖廷言的气息，看来此人真被杀了。下回再敢擅闯，你这掌门也不必再做了。弟子知错，走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呢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啊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，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？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啊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清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吃好睡好。真的吗？
那些仙门自诩修仙济世，心系苍生，实则个个都暗藏着肮脏的欲望。而你不一样，你虽然受人欺辱，却还能寻得自在，回归本心。我想，这山中一定没有第二个弟子，能活得有你这般透彻。你这说的是我吗？学到了，说话的艺术。不过你不也是庚辰仙府的人吗？你怎么说的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样？一路人，异乡人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，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；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
魔法了。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。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摆烂，快乐只少一半。本来就烦，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疼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朋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，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个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们！艾娃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司马昭说你也是庚辰仙府的弟子，那你下次不许再给我浇水了。我不给你浇水，我老板那儿怎么应付啊？你不是他的女人吗？还需要花心思应付他？我请问你是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能带到这里的，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女人，就是他的女人，有什么不对？这逻辑鬼才！司马娇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用你们的血供养凤山灵火，本就是司马氏的宿命。你别以为将我练出了分身便能摆脱我。我们同生同死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这样看，三圣山这个工作环境还不算太恶劣嘛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真界大家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能点外卖，生活少了不少乐趣啊。又来？老板，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！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嘿嘿，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
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那双休不行，单休也行啦。继续浇水，别想偷懒。师祖，师祖，师祖！师祖，怎么是你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你能随意进来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知道了，师祖您有烦心事，想看有没有机会讨好您。我能有何烦心事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让我开心？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穴未停，言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真是可笑，你这些雕虫小技，对于我而言，好美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让您凉快点？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除了下雪，你的修为还能为你做很多事。新月夜就要来了，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修为被压制，日日遭受折磨。
司马交果然有弱点，此事须得尽快告知公主。且慢，三圣山只进不出，如若我们以死脱生出山传信，难免会引起司马交怀疑。何况那廖廷彦日日待在中心塔内，我们必须要让廖廷彦离开司马交，以免破坏新月夜计划。就凭他的修为，还成为不了我们的阻碍。现在是不会，如若他跟随司马交修炼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一箭双雕，金蝉脱壳。惦记司马交的大有人在，星之宫不就有一个吗？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四时之宫的弟子廖廷彦，很快就要搬入内殿了。前不久才得到师祖青睐，竟这么快与师祖同住，这个女修到底做了什么事？要是被他抢了先，咱们星之宫可就……哪能由他肆意妄为？我们走。蛇兄，看我用我神乎其神的画技，还原出了你的威风凛凛。哎呀，还生气了呢？你相信我，陆林这个人很看重朋友的。下次见面，我替你跟他求求情，他就会把蛇心还给你了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不潜心侍奉师祖，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纳凉作画，这是对师祖不敬。不必与他多说，做正事要紧。我没得罪你们吧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行不行啊？少废话，姐姐，快！今日我就来替师祖教训一下你。我就想做条咸鱼，这么难吗？他们把廖廷彦抓走，是想利用他来逼我出手。他只是一个魔域奸细，若是能活着助我完成大计，伤便伤了，与我何干？都说过我没所图了。再说了，我怎么敢打师祖的主意？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术法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师祖清理门户。一个普通的3连根，怎会如此难对付？姐姐，我们这样强行运功是会损耗元气的。事已至此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这怎么使啊？好疼！成功了，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妹妹，趁现在让我们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师祖，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
祖饶命！师祖饶命！师祖饶命！师祖饶命！好不容易日子有些趣味了，都被你们毁了。你为何杀他？师祖，他拜入40之宫才没多久，且修为甚低，而我是来侍奉您的，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祸害留在您身边呢？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是来成为师祖的侍妾的，我要得到一个司马家返祖血脉的孩子。一旦凤山一族的血脉有了继承人，我们将困杀师祖，夺取灵火，为庚辰仙府解决一个大患。而我们星之宫就能成为庚辰仙府的主人，而我就能成为下一代公主。那你呢？又是来做什么的？我讨厌云溪月，我是来抢夺他机会的。怎么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这些没长进的套路？返祖血脉1000年都未必能孕育出来一个，我一死，整个庚辰仙府都完了。什么公主，什么卖主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我一起死，明白吗？师祖，我。如此，只差最后一步了。看来，还得再费些心思，教他如何杀人。停业！师祖，庭燕她这是怎么了？是西月跟婉晴，竟连神识都没有留下，师祖怎会下此毒手？他当真毫无顾忌吗？他能有什么顾忌？宋景山的弟子接连被杀，他若不是现在被困在三圣山，恐怕我们整个庚辰仙府都要被他给杀了吧。又灭了一战，是阴之宫的。公主，我是特意以死祭魂出山来向您传信的。有何重要消息？今日我们偷偷潜进师祖的中心塔内，新月夜就要来了。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。修为被压制，日日遭受折磨，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
你可要替我好生护法，否则我会有性命之虞。阁主这易容唤形之术，果真精妙。不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假扮阁主，虽已尽力模仿，但仍恐会被人察觉不对。你已追随我多年，一直是我最信任的使者。先前面对桑琪、谢雪晨，你皆无惧色，怎么今夜反而忧虑？因为今夜本该是我们计划得逞之日，不能出差错。但没想到，这最大的差错，竟是混沌珠本身。我们的大业并不急在一时，只要混沌珠还存在于世，希望就没有破灭。终有一日，我会为你实现你所渴望的那个世界。今夜让你假扮成我，是为了证明我在场。日后若无必要，不会再让你假扮。回去吧，时间久了他们会怀疑。就让这帮仙盟的人帮我们找找，混沌珠到底在哪。我都已经跟你回来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若是真心愿意回来，为师自然高兴。可你偏偏是为了那个谢雪晨。你以为为师看不出来吗？你对他所说的那些决绝之词，只不过是担心为师会要了他的性命。你既然知道，不如就杀了我。哼！谢雪晨好不容易为你续上了命，就这么轻易不要了？我告诉你吧，他散了你的魔功，却将玉阙宫传给了你。他待你倒真是极好。玉阙宫果然玄妙，我就知道7年前这神窍损毁，怎么可能做到修为不降反增？原来玉阙宫真的可以重铸神窍。他将玉阙宫传给了我，怪不得我的身体日日好转，再也不怕烈日灼伤。可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？他将玉阙宫传给了你，你便有了神窍。仙盟法相齐聚雍雪城，一旦被人察觉，仙盟的人一定会置你于死地。他以为他可以瞒过所有人，却骗不了我。你为何会知道？谢雪晨能够屏蔽灵犀对你的控制，却屏蔽不了灵犀对你的感知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为师都能够找到你的方位，能够了解你的身体状态。你被散功，被开启神窍，为师比你还要清楚。所以你做这一切，不只是为了得到混沌珠开万仙阵，还为了玉阙宫。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修炼魔功虽然能够令我强大，可还远远不够。若是能够开了神窍，我便能突破灵宗修行的极限，从此以后不用再忌惮任何人。这是什么？能够让你忘了痛的药，名为悟心。服下之后，便能断绝情念，爱恨两忘。你虽然还能记得之前见过的人所经历的事，但一回想，心中不会起任何波澜。你所有的爱都是因谢雪晨而起，对师父的恨也是因他而生。你只要忘了对他的爱，便会忘了
对师父的恨，你只会记得，你是奉师命去接近他，夺取混沌珠。你对他所说、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计策，全都是虚情假意。从此以后，你我师徒便再无芥蒂。只有这样，为师才会留下你的性命。我不喝。灵儿，师父真的是为你好。爱上人族有害无益，人心最为复杂，最为多变。今日可能对你温言软语，明日就会翻脸无情，甚至将你欺若敝履，痛下杀手。师父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桑琪，你爱过人吗？他伤害了你，是不是？20年前，你断了一臂，是因为谁？闭嘴！可是桑琪，你受过骗，受过伤，却依然不愿意喝下悟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意忘了他给过你的那点温暖，哪怕可能是假的。我也不愿意。悟性一旦入口，便再无挽回的余地。你和那谢雪尘，终将要成为敌人。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谢雪尘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昃，宇宙洪荒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不要走！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穆玄灵呢？穆玄灵呢？我本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没想到，竟遇到桑琪袭城。我赶到时，你身边唯有这把折扇。至于穆姑娘，听仙盟所言，她已被桑琪带走，谢城主也未能拦下。
你知道得而复失的感觉吗？原来他真的是我的梦中之人，可我却没能将他护下。得而复失，人间至汉，其中的苦楚，我自能体会。那既然故人与梦中人为同一人，公子有何打算？曾有3次，我想护下他，却都失之交臂。第一次在少年时，我想要带他离开明月山庄，终未能如愿。第2次在仙盟审判时，我为他布好了瑰丽阵法，欲带他逃脱，可到最后都没有派上用场。这一次，桑启来袭，我以为我终能将他护下，可到头来一败涂地。你说，若这就是命数，为何要我和他的牵绊如此之深？他既是我的故人，又是我的梦中之人。冥冥中，我只觉得自己就该守他，该护他。谢雪晨呢？他如何了？身受重伤，一直昏迷着。师兄，行了，多谢南庄主愿舍运秀骨枝，为城主入药。他是如何被桑琪带走的？城主，这穆玄灵随桑琪离去，便是背弃雍雪城，当断则断。看人，插旗观训。我知道穆玄灵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没有背叛雍雪城，他只是在用他的办法，给我一个可以心安理得抛下他，去拯救人族的理由，而我，也真的任由他落入桑琪的手中，终究是我亏欠的。师兄，城主，长老，烟筒。你们去通知各派，我已无大碍。去吧。是。那师兄，你记得把汤药喝了。若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拦下桑琪，留住他的，对吗？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，谢雪晨，你悔吗？我曾经问过苍长老，1人、100人，
万人的性命该如何衡量，如何取舍？父亲所担心的事情就像一道魔咒一样，我不断的反抗，不断的质疑。时至今日，它还是发生了。到头来，我还是做出了那样的选择，与穆玄灵相逢至今，满篇亏欠。你我在意的不同，结果却是一样。你因责任无法救他，而我因示弱救不得他。到头来承受所有伤痛的，便只有他一人。如今他人就在暗域，你我也都知道到底该怎么做。灵犀，此剑名为春生，送给你。春生剑，好好听的名字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要回去，还不让我跟你一块儿？你师尊要是知道你要同我离开，肯定会为难你的。他希望你嫁给高凤雪，那个仙盟盟主。我怕你去了会有危险，唯独这件事，我不会听从师尊的。等我和师尊阿珍道了别，我们便去一个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不在你身边，就由他来保护你。宁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令我感到恶心。所以，之前的一切，你都是在骗我。诛杀苍狼赋予你，从头到尾都是圈套。我身为镜花宫少公主，怎会看上你这卑劣领主？参见圣女。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能令师父暗自神伤的事儿。师父唤我来，有何事啊？你的审判妖藤被仙盟收缴，此乃为师为你新炼制的法器，名为断念。它的力量可比审判妖藤强大得多。断念，这名字我喜欢，多谢师父。师父，如今朽仙阁已经得到混沌珠，他们什么时候来打开万仙阵啊？我可想好好报复一下仙盟那群人呢。雍雪城中的混沌珠是假的。混沌珠一直封存在雍雪城城中，怎会有假？莫非是朽仙阁主找了借口想要赖账？
他还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。师傅，我愿再去人界，替师傅找到真正的混沌珠。不急，你的玉阙功尚未掌握成熟，还是留在暗域，好好修炼一段时日。谢城主既然怜你失去魔功，传你玉阙功，你可不要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。是。什么正道之光，冷情渐修，稍用情爱之计，不照样溃不成军？怎么当日我就没一剑杀了他，一了百了，多好！是啊，当日你为何不一剑杀了他？简单，等我玉阙功大成，我定取下谢雪晨的头颅，钉在这诸神宫中，供师傅观赏。谢盟为了守护混沌珠，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，到头来居然是个假的。可混沌珠是什么时候被调换的？恐怕在放入珠塔时，就已经是个赝品了。我相信，以谢盟主的人品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更何况，他为了混沌珠已以死相护，所以，我们可以先排除对他的怀疑。那么便是在放入珠塔之前了。莫非是明月山庄？但至少可以知道的是，真正的混沌珠没有落入小仙阁的手里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混沌珠是在雍雪城失踪，我会负责找到珍珠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但是诸位也当明白，仙盟要守，从来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器物，而是人族之安宁，天下之太平。无论混沌珠是真是假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谢城主没事就好。今日我等在此处，是有一事，希望城主能够应下。碧霄宫恳请谢城主继任盟主之位。谢城主置生死于度外，多次挽人族于危亡，可以说是仙盟之中功劳最大，亦是最令大家信服之人。我碧霄宫愿从盟主继续守护人族。灵居岛愿从盟主。玄天门愿从盟主。镜花宫愿从盟主。我已不在盟主之位，还请诸位另选他人。谢城主，那一夜，桑袭和朽仙阁来袭，我等实力不足，未能抵挡，致使百姓和混沌珠临危，而这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败和过错。幸好有谢城主你，一切才没有毁在那一夜。我们已看得很清楚，仙盟所期所愿之事，光凭我们根本就无法做到。城主虽然心不在盟主之位，可仙盟却急需一位新的领导之人，如此才能继续走下去，如此，人族才有希望和未来。因此，恳请城主应允。请城主应允。我只暂代盟主之位，待一切事了，还请诸位另择盟主，以托仙盟。暂代？混沌珠丢失之事瞒不了多久，还请诸位各自回城，稳定军心。我会先率雍雪城弟子前往两界山驻守，以防暗域异动。镜花宫离两界山最近，还请素公主派弟子前去协助。
是。是，盟主。仙盟敬重你是真，推你出去一敌也是真。这强加的盟主之位，没半分好处。一路走来，你只剩5个字：吃力，不讨好。2件山距暗域1步之遥，也距他1步之遥。你想去救他吗？你呢？独行还是同路？混沌珠要找，万仙阵要守，灵族暗族都要防，他也要救。我若不与你同行，你或会成为仙盟中第一个类族的盟主。但在出发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安排。高修士是否知晓，当初混沌珠是怎么送到雍血城的？当年桑奇带着妖魔大军杀入了明月山庄，那个时候我年纪太小，很多事情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是当时的镜花宫公主妙华尊者赶到，将我救走，也带走了混沌珠。妙华尊者是素公主的师父吧？是，我母亲素宁熙与我师父是姐妹，她也曾是妙华尊者的弟子。只不过，我母亲生我时，便因难产去世了。当时是妙华尊者亲至雍血城，送来了混沌珠，与我父亲一起将其封入塔内。我问过苍长老，这些年珠塔从未开启过，也没有任何异常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父亲以死守卫混沌珠，雍血城的清白自是毋庸置疑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当时送来雍血城的混沌珠是伪造的。那你的意思是我镜花宫是盗贼，妙华尊者和我师父以假乱真，私自吞没了混沌珠吗？镜花宫并非我的敌人，也不是雍血城的敌人，我只想寻回混沌珠，阻止朽仙阁和暗族。今天我与高修士说这些，并不是要指责什么，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调查我的师父？正是。妙华尊者在明月山庄一事后，很快便将公主之位传给了素公主，从此销声匿迹。素公主是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人。那桑奇和我师父一定是极好的朋友了，一个屠了明月山庄，一个趁机盗走重宝。可若是如此，桑奇何必又来雍血城一趟？高修士心中若是没有猜疑，便不会来见我。你也想知道真相，不是吗？城主，玄灵师妹留下来的东西，我收拾出来了，是拿去封存，还是？上课、打扫、值守，这雍血城的生活还真是无聊。成为普通人的过程可真漫长。怪了，竟然觉得雍血城这些无聊人、无聊事儿也有几分趣味。是他们变有趣了，还是我也变无聊了？原来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有逃脱桑奇的掌控。是不是我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？无论过去，还是现在。罢了，死便死吧。谢雪晨想守的东西，我就替他守上一回。将这些东西放回原处。所有物品
全部保留。城主的意思是，他还会回来？会。是。听说圣女以灵族之体，竟开启了神窍。他今日所修炼的，便是灵力吗？就是不知这灵力与咱们魔宫相比，孰强孰弱呀？既然你们对灵力这么好奇，那就让你们亲身感受感受。其实修炼灵力与魔功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既要不断积蓄力量，又要懂得如何掌控。关键就在于不断练习。圣女，饶命啊！只要灵力的控制足够细微，就不至于马上杀死暗族。就像火焰，也不会一瞬间就燃尽蜡烛。